小恒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父亲，他的月薪不错，总是能够按时支付家里的各项费用。每个月他的家庭开销大致是固定的，包括房贷、车贷、日常消费、孩子的教育费用，以及一些偶尔的奢侈品和外出用餐。家庭生活也充满活力。某一天，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小恒的父亲突然生病，急需一笔高额的医疗费用。尽管他收入可观，但他却发现自己所拥有的资金远远不够应对这样的紧急情况。小恒才意识到，尽管他每个月的收入不错，但在他每月的支出中，无论是高额的房贷还是奢华的消费，已经让他无法累积足够的储蓄，应对未来的不可预见事件。尤其是在外界不断的社交压力和品牌诱惑下，他一再选择花钱满足自己的外在形象需求，而忽略了真正应该优先考虑的财务健康。这时，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模式和财务规划。他终于明白，自己并非缺少收入，而是陷入了隐形贫困的陷阱。表面上看似拥有一切，但背后的财务压力却无处不在。他开始重新评估家庭开支，决定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健康的财务规划中。透过冷静思考、理性选择，他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开始为未来做好准备。几个月后，小恒的父亲康复了，而他也不再财务问题所困扰。他的生活品质逐步提升，并且学会了如何更理智地管理金钱。对于小恒来说，这次经历是一个痛苦的教训，但也是一个转变的契机。从隐形贫困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理解财务自由的意义。你是否听过一个家庭月入8万甚至10几万，但每到月底就所剩无几？这种情况让许多人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赚了钱却还是觉得不够用？许多中产家庭，他们看似拥有稳定的收入和不错的生活质量，能够定期出国旅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精致的生活片段，甚至有着不错的物质享受。当月光族的现象成为常态，背后的财务压力却隐而未显。这就是隐形贫困的危机。隐形贫困并不直接体现在外在生活品质上，但当突如其来的危机降临，许多家庭往往无力应对，甚至陷入财务危机。为何我们努力工作，却始终无法积累可观的财富？你是否曾经感觉到，明明收入不错，却依然无法摆脱经济困境？这不仅仅是因为收入的问题，更是因为你可能正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隐形贫困的陷阱。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努力工作，过着所谓的安稳生活。然而，这种看似稳定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财务迷思。这些迷思让他们即使收入不错，却还是无法积累真正的财富。你是否曾经觉得和身边的朋友、同事相比，自己辛苦工作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无法突破财务的困境？这样的情况或许并非偶然，事实上，很多人都在不自觉中被困在隐形贫困的漩涡里。选择超出自己财务负担的房产，拥有理想的居所令人向往，但超出经济能力的房产决策，却可能使中产阶级陷入长期财务压力。选择过于昂贵的房产意味着，每月的房贷压力将会大大增加，导致原本可分配给其他生活需求和投资的资金被压缩。这种持续性的财务压力，容易让人陷入房奴的状态。大部分收入用于房贷或房屋相关支出，导致家庭的流动资金不足。当生活中遇到突如其来的开销，如健康问题、车辆维修或教育费用时，很可能难以应付，甚至需借款或动用紧急储蓄。家庭在教育、娱乐、旅行、健康等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得不缩减。这样的选择虽然满足了居住需求，但生活品质却难以提升。在选择房产时，考量自己的实际经济状况尤为重要。只有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出决策，才有可能确保生活的舒适和财务的稳定。
这样的选择不仅是现实的需求，更是一种对未来生活质量的投资。二、过度花费在形象上的投资。过度花费在形象上，例如购买奢侈品牌衣物、包包、高端化妆品，或是极为昂贵的社交场合，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满足感和社交认同感，但这种满足感往往是瞬间的，且会引发不断追求物质满足的欲望，导致财务上的长期困境。长时间的高额消费将大幅削减可用于储蓄、投资或紧急资金的资源，从而影响未来的财务稳定性。外在的形象往往被视为成功和价值的象征，这使得许多人将大量资金投入在不必要的物质消费上，从而忽略了自我内心的需求。这种对外界评价的依赖，会让人在物质上过度追求完美的外表，却忽视了内在的成长和真正的财富积累。最终，这样的消费行为可能会让人陷入空有其表、无其实的困境，造成内心空虚。过度投入在形象上时，往往忽略了资金的长期回报。例如，一个名牌包包或高端时装，可能无法带来实质的财富增值，甚至随着时间流逝，这些物品的价值也会贬值。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即时消费和形象上，会错失投资于未来增值资产的机会。比如，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股票、学习新技能等能够实现长期回报的领域。应该注重内在的提升与理性消费，投资在个人能力的增长、教育和健康等方面，能够为未来创造更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其盲目追求表面的奢华，不如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自身价值的提升上。三、在生活消费中追求奢华。隐形贫困指的不是收入不够，而是隐藏在表面财务稳定下的资金压力。现代社会中的消费压力来自于各种流行品牌和炫目科技的诱惑。我们都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但需要思考这些消费是否必须。例如，家里已经有一辆可靠的车，那么是否需要再添购豪华款来提升身份？让我们很容易陷入过度消费。许多人会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而盲目的奢华的消费，如高端的住宅、奢侈品牌服饰、豪华的汽车、名贵珠宝等，能够立即满足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和社交中的炫耀需求。这些消费带来的瞬间满足感，使人感到生活品质的提升。许多看似成功的家庭每月收入虽高，但可用资金却所剩无几，原因在于收入大部分已经被这些固定支出占据了。过高的贷款、房贷、车贷压力，让这些家庭在财务上反而更脆弱。这些选择虽然让生活更有格调，但往往并非必须支出。过高的开销一旦超出了收入范围，或遇到失业或疾病等突发状况，财务问题便会立刻浮出水面。这也正是为何许多表面风光的中产家庭实际上无法承受大的经济波动。四、投资于陌生或高风险的产业。中产阶级往往希望通过投资来改善财务状况，但也容易在不熟悉的领域中被快速致富的幻想蒙蔽了双眼。尤其是那些高回报却声称低风险的投资方案，往往让中产家庭掉进财务陷阱，听到利多消息或短期的市场热潮，而忽略了对投资标的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投资于陌生的或不熟悉的行业，容易让人高估自己对该行业的判断力，并低估其风险。例如，科技创新、虚拟货币、初创企业等高风险领域，虽然潜在回报丰厚，但它们的市场波动性极大，且许多行业并不具备稳定的盈利模式。投资者若对这些领域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容易做出过度乐观的预测，从而背离理性投资的原则。有时听信了他人的经验与建议，即便是对陌生领域有些了解，也无法替代深入的市场调研、行业分析以及风险评估。投资于陌生或高风险产业的人，往往着眼于短期的刺激与回报，忽略了稳健的长期财务规划。这种短视的投资行为往往基于情感或冲动，
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和损失。稳健的财务规划应该注重资本的长期增值，而非依赖一次性的暴利。要摆脱隐形贫困，首先要从改变财务观念开始，学会管理金钱，学会投资自己，甚至从日常消费中做出明智选择。这些看似小小的改变，却能在长期内带来巨大的财务回报。隐形贫困的真相并非让人失望，而是给了我们改变的契机。当我们学会正确的管理金钱，积极投资自己，并且拥有更健康的财务观念，对于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来说，真正的财务自由并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通过自我反思和行动一步步实现的。中产家庭要避免隐形贫困，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的财务安全意识。现在问问自己，你准备好迎接这一个改变了吗？在进行每一笔消费时，先问问自己，这笔支出是否真的必要？这个产品是否真能带来长期价值，而不只是短期的满足感？面对投资时，也要冷静思考，并且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把资金投向真正能稳定增值的项目，而非一味追求短期回报。